一起来看精彩短剧《两界穿梭》，我靠板砖救全军。故事解说：北境边关战场，大将军陈烈的大军已被敌军围困7日，军中粮草耗尽，兵器尽数折断，将士们身心俱疲，战力全无，全军陷入绝境。人人都觉得此番已是天亡北境，大军撑不过3日。就在众人绝望之际，陈烈耳边突然响起一道陌生的呵斥声。有人吐槽他站在马路中间像拍戏，完全不顾自身安危。突兀的话语让陈烈瞬间愣住，抬眼望去，眼前的景象彻底颠覆了他的认知。他看见这片陌生天地的百姓，竟将珍稀金铁打造成代步车辆，随处可见的房屋均由上等玉石修筑，华贵精致，远超他认知中的皇家宫殿。陈烈满心惊疑，暗自以为自己误入了仙界。这般富庶之地，必定存有充足粮草，能解大军绝境。画面切换到现代工地，工头王磊焦躁不已，手下工人临时生病，半小时内无人卸货。他气急败坏地放话，找不到工人就让生病的人自行离职。一旁的江毅转头看向装扮古风、身形健硕的陈烈，只当他是拍戏的群演，忍不住调侃他戏服逼真，身材出众。陈烈收敛心神，恭敬询问此地何处能兑换粮草。江毅见他言行怪异，脱离现实，只觉得他有些愚钝。此时的陈烈已7日未好好进食，饥寒交迫的他放下所有身段，诚恳向江毅讨要水和馒头，承诺愿意付出任何苦力作为回报。江毅心生恻隐，提出让陈烈吃饱后帮忙把货物搬到对面厂房。陈烈大喜过望，连连道谢。江毅随口问他多久没吃饭，得知他整整7日未曾进食，不由得诧异吐槽，究竟是什么剧组如此苛刻？陈烈不愿白白接受接济，主动询问有没有活计可以抵债。江毅告知他1小时搬完货物即可，陈烈却自信坦言15分钟就能完成。江毅只当他随口吹牛，没放在心上。可接下来陈烈的举动彻底刷新了他的认知。陈烈天生神力，搬运货物干脆利落，效率惊人，堪比人形起重机。短短15分钟，他便完成了全部搬运工作。事后他郑重向江毅道谢，直言这份救命之恩永世难忘，他日必定以命相报。江毅见他重情重义，不贪私利，心生感慨，当即拿出工钱递给陈烈，不愿让他白干活。陈烈看着手中薄薄的纸币，满脸疑惑。他自幼只知金银铜钱可以购物资，从未见过纸钞也能兑换吃食。江毅无奈调侃他没见过世面，大概率被不良剧组坑骗，随即好心提出带他去买食物，教他在这个世界生活消费。两人来到面点店，店内有牛肉、猪肉、豆沙等各类包子和现做馒头。陈烈看着精致的精面主食，误以为是皇家御赐珍品，价格昂贵，直言自己身无金银，无力支付。江毅笑着吐槽他还没出息，告知他手中200元足够他吃1个月馒头。陈烈惊叹仙界物资实惠，当即决定买下店内所有馒头。店家调侃他这般采购像是养猪，陈烈连忙解释是要带回去分给多日未进食的麾下将士。店家敬佩他身处困境仍心系部下，主动提出打折，将店内包子一并售卖给他。打包完毕后，店家告知钱款不足，江毅当即主动补齐差额。陈烈再三道谢，随后主动自我介绍，名叫陈烈。江毅也告知了自己的姓名。为了不白受恩惠，陈烈再次询问是否有活计可以劳作抵债。江毅见他力气出众，踏实肯干，提议让他4日去自家工地打工赚钱。陈烈听闻可以长期务工，稳定换取粮草，欣喜不已，连连称赞江毅是心地善良的仙界贵人。安顿好一切后，陈烈独自来到高处，满心焦灼。他清楚记得自己是从边关城楼坠落才来到此地，想要纵身一跃返回战场，却又畏惧楼高，担心判断失误无法归队。他深知自己久久不归，军中将士必定军心大乱。为了守护部下，守住边关，他下定决心一定要重返战场。此时的北境关外，敌军大帅呼鲁达率军围城，胸有成竹。他对着城内喊话，劝守军开城投降，许诺饶众人性命，赏赐酒肉。敌军下属纷纷吹捧大帅计策高明，直言陈烈早已被大帅2箭射落城楼，尸骨无存，城内只剩残兵败将，稍加引诱便会不战自降。城内守军陷入绝境，众人感慨敌军诡计狡猾，刻意扰乱军心。大军征战3月，朝廷支援迟迟不到，如今粮草断绝，主帅疑似战死，饥寒交迫的将士极易冲动失智。绝境之下，众人决心拼死一战，杀敌军，为陈烈报仇，纷纷集结人手，准备冲出城门。就在将士们即将出城迎战的瞬间，陈烈突然现身，及时制止了众人。将士们见到安然无恙的陈烈，又惊又喜，连忙关切他坠楼后的伤势与遭遇。
陈烈安抚众人，自己并无大碍，缘由复杂，日后再细说。随即拿出带回的馒头、包子，分给饥肠辘辘的将士。城外敌军听到城内传来开饭的呼声，满脸错愕，全然想不通断粮多日的北境军为何突然有食物，甚至飘出肉香。敌军大帅震怒，认为北境守军不识好歹，当即下令全军强攻，誓要踏平城池，斩杀所有守军。两军对峙之际，呼噜达见到死而复生的陈烈，满脸难以置信。陈烈淡然回击，直言当初射向自己的2箭，今日尽数奉还。敌军下属急忙提醒大帅箭头太毒，催促他立刻回撤治伤。负伤的呼噜达放狠话，扬言次日必将大举攻城，随后带着残兵狼狈撤退。敌军退去后，城内将士满心忧虑。如今军营兵器尽数损毁，没有一件像样的武器，根本无力抵挡次日的大军进攻。众人纷纷追问陈烈粮草的来历。陈烈如实告知，自己坠楼后意外连通仙界，此地富庶无比，奇物遍地，自己可以往返两地运送物资、兵器，扭转战局。将士们纷纷感慨陈烈是天选之人。有人看着江毅的画像夸赞貌美，也有人提醒仙界贵人不可妄自惦记。为了筹措破局物资，陈烈吩咐属下老周为自己准备新衣，准备再次穿梭仙界。老周打算效仿旧法，将他推下高楼，助力穿梭。气得陈烈直言归来后必定严惩他。转瞬之间，陈烈再次穿梭抵达现代。巍峨的铜墙建筑，可控的流水，种种奇物依旧让他震撼。他很快看到江毅正失神观望时，被路人调侃举止怪异，还提醒他此处是女厕所。不懂现代规矩的陈烈满心愧疚，郑重致歉，承诺日后再犯便自剜双眼。江毅并未计较，带着陈烈返回工地，吩咐下属为他更换工装，安排他完成200元的基础务工。工友们好奇陈烈与江毅的关系，陈烈坦言仅有一面之缘。劳作之余，陈烈品尝了工地盒饭，觉得适口管饱，暗自打算回营后让伙夫效仿制作，改善将士伙食。江毅见他干活利落，学习极快，提前完成当日工作量，询问他次日是否继续上工。交谈间，江毅意外受伤，陈烈紧张不已，坚持要送他就医，被江毅以只是小伤为由婉拒。为表感谢，江毅直接赠予他2000元医药费。陈烈看着巨款，满心震撼，深知这笔钱能兑换海量粮草。此时，工地人员前来请示废弃钢筋的处理方式，江毅示意原地堆放。陈烈上手掂量，发现这种钢材远比军中铁器坚硬耐用，韧性极佳，是打造兵器的绝佳材料。他鼓起勇气向江毅讨要废弃钢筋，江毅只当他要变卖换钱，直言库房内的废旧钢筋他可以尽数取走。陈烈心中大喜，盘算着将钢筋裁断打磨，便可制成神兵，大幅提升大军战力。可面对成堆钢材，他正发愁无法带回军营，眼前的钢筋却突然尽数消失。陈烈瞬间反应过来，自己意外解锁了储物空间，能够随心收纳物资。绝境逢生的他感慨天不亡北境，终于可以源源不断运送物资驰援军营。陈烈收纳完物资，瞬间穿梭回边关。将士们见到他带回米面粮草、大批钢材兵器，纷纷惊叹他神通广大。众人禀报军情，敌军连日按兵不动，大概率会夜间偷袭。有将士担忧普通防具挡不住敌军利刃，陈烈自信告知，这批钢材坚硬无比，无惧敌军削铁如泥的宝刀。不多时，属下急报呼噜达大军已兵临城下。陈烈沉着冷静，下令将钢制兵器全数分发将士。借着此次敌军进攻，让众人熟悉新武器，实战练兵。城外敌军看着死寂的城池，笃定守军鸡疲无力，不堪一击。大帅扬言今夜必破关隘，踏平北境。呼噜达对着城楼喊话，嘲讽陈烈使尽粮绝，穷途末路，逼迫他开城投降。敌军众人看着北境将士手中的黑色钢筋棍棒，纷纷嗤笑，嘲讽他们拿柴火充当兵器，自不量力。唯有少数下属察觉钢筋质感厚重，提醒大帅谨慎应对，却被自大的呼噜达无视。城内将士心中尚存顾虑，担心新式兵器不堪一击，连累陈烈身陷险境。但看着主帅胸有成竹的模样，只能咬牙备战。敌军大帅失去耐心，挥刀径直劈向陈烈。兵刃相接的瞬间，清脆的断裂声响起，他引以为傲的宝刀竟被钢筋轻易折断。全场敌军大惊失色，终于认清黑色棍棒是绝世神兵。气急败坏的呼噜达怒斥手下调换兵器，手下连连喊冤。陈烈顺势嘲讽敌军输不起，挑衅对方再战。敌军士气大跌，大帅恼羞成怒，下令全军冲锋，企图以人数优势碾压城池。两军正式交战。
敌军骇然发现，己方所有兵器都无法伤及钢制棍棒分毫，反倒尽数被击碎，士兵伤亡惨重。呼鲁达心知大势已去，慌忙下令撤军。北境将士想要乘胜追击，被陈烈及时制止，叮嘱众人穷寇莫追，谨防埋伏。此战北境大获全胜，全军士气高涨，将士们高呼将军威武。陈烈下令打扫战场，收缴敌军兵器，充实军备。溃败回营的呼鲁达捂着伤手，满心愤恨，将败因归咎于陈烈的诡异神兵，扬言必定报仇雪恨。下属连忙安抚，己方兵多粮足，长期拉锯定能耗死北境守军。气得大帅怒骂马后炮，紧急传唤军医治伤。北境军营内，将士们享用着充足的伙食，纷纷感慨伙食极佳，邀请陈烈一同进食。陈烈坦言自己不饿，让众人安心休整，承诺日后会持续从仙界运回物资，保障全军衣食无忧。休整期间，将士们坦言朝廷迟迟不发支援，已然放弃北境大军。陈烈安抚众人，即便无朝廷相助，自己也会带领大家死守边关，拼死突围。战后统计，大军阵亡10余人，重伤30余人，兵力损耗严重。众人忧心忡忡，若是敌军持续拉锯消耗，即便有神兵利器，大军也撑不过数日。全军生机全系于陈烈的异界物资之上，祸不单行，军中精创药与医用物资尽数耗尽。边关昼夜温差极大，诸多将士伤口发炎溃烂，处境危急。危急关头，陈烈将自己的衣物、被褥全数分给伤员御寒，还叮嘱众人用马齿苋、艾叶捣烂外敷，临时缓解伤口炎症。同时下定决心尽快重返仙界，采购药物物资。面对属下想要再次推他下楼助力穿梭的举动，陈烈直言自己已然掌握穿梭之法，无需他人协助。陈烈再次穿梭抵达现代，落点依旧随机。刚站稳身形，他便听到不远处的争执声。马氏集团富二代马志伟正强势纠缠江毅，仗着自家身价上亿，得到江父认可，逼迫江毅接受自己的追求。江毅不堪其扰，出言戏耍推脱，惹得马志伟恼羞成怒，正要动手发难。陈烈见状，立刻上前护住江毅，制止马志伟的无理行径。马志伟看着装扮怪异的陈烈，嚣张叫嚣自己是跆拳道黑带，全然不将他放在眼里。陈烈坦荡对峙，斥责对方动口不动手，恃强凌弱，气场直接震慑住马志伟，逼得对方只能悻悻离去。危机解除后，江毅助理满心后怕，连忙提醒江毅，马志伟势力庞大，保镖众多，此次脱身实属侥幸。江毅却全然不惧，直言有陈烈在侧，足以护自己周全。随后他疑惑追问陈烈为何次次在自己遇险时出现，怀疑他刻意跟踪。陈烈连连辩解，称每次穿梭落点都巧合在他身边，或许是缘分使然。江毅不再深究，开车带陈烈返回工地。从未见过汽车的陈烈倍感新奇，感叹车速远超马车。途中，江毅提议他购置手机，方便薪资结算与联系。陈烈懵懂误解，以为是打工需要上交手机，满心疑惑。抵达工地后，江毅为陈烈结算600元日薪。一众老员工心生不满，纷纷质疑新人薪资是老员工的2倍，待遇不公。面对众人的抗议，江毅没有妥协，当场指着沉重的水泥立柱，命令陈烈独自搬运至仓库。所有工友都认定至少2名壮汉才能搬动的立柱，陈烈却徒手轻松扛起，利落完工。全场工人瞠目结舌，彻底认可了他的实力。江毅顺势告知众人，薪资凭能力而定。陈烈一人抵2人之力，双倍薪资理所应当。有多少本事便能拿多少酬劳，瞬间平息了所有争议。陈烈满心感激，江毅看好他的能力，鼓励他好好干活，承诺升职加薪。随后，陈烈以军中缺药为由，请求江毅指引购药地点。江毅亲自陪同他前往中医医馆。抵达医馆后，古色古香的装修与古风穿搭的店主一一让陈烈误以为对方也是异世穿梭而来的同乡。江毅哭笑不得，连忙解释一一是中医世家传人，酷爱古风穿搭，店铺传承数代，并非异世秘境。陈烈知晓误会，连忙致歉。江毅简单交代一一后，便先行离开。一一询问陈烈购药需求，陈烈坦言需要大量金疮药与补药，医治军中受伤的众多兄弟。一一调侃他气场不像普通工人，反倒像江湖之人。陈烈连忙解释澄清。一一看在江毅的面子上，全然信任他，随即亲自为他配药，贴心叮嘱重伤伤口需清创缝合，接种疫苗后再上药。陈烈主动询问总价，一一却告知药费已由江毅提前结算，用以偿还他此前解围的人情。一一十分佩服陈烈敢于硬刚嚣张跋扈的马志伟，同时善意提醒他马志伟心胸狭隘，极其记仇，日后必定会伺机报复。
陈烈全然不惧，直言无论对方来人多少，自己都能尽数抵挡。随后他虚心请教药物用法，一一耐心讲解碘伏消毒药膏外敷的正确流程。陈烈牢记于心，再三道谢后离去。陈烈带着药物返回军营，将士们看着造型新奇的药贴药膏，误以为是辟邪符咒，纷纷想要贴敷护身。陈烈连忙制止，耐心解释这是珍贵的疗伤药物，叮嘱众人珍惜使用，优先供给重伤将士。随后安排军医按照中药配方熬制汤药，为全军将士滋补身体。军中将士纷纷感慨，从军多年，从未有过如此周全的医治待遇，由衷敬佩陈烈的担当与能力。个个养精蓄锐，立志伤愈后奋勇杀敌，保卫边关。深夜，陈烈望月沉思，感念江毅的善意相助，心中愈发感激。与此同时，现代的江毅正因家人催相亲，被逼对接马志伟而倍感烦躁。他外出散心时，鞋子不慎被地面设施卡住，鞋跟刮花，心情愈发糟糕。恰好陈烈穿梭现身，主动上前帮忙。见施工路面难行，江毅行走不便，陈烈主动提出背他回车。江毅应允后，陈烈稳稳将他背起。察觉他身形单薄，贴心叮嘱他多进补膳时，江毅再次疑惑他次恰好出现。陈烈依旧以巧合缘分作答。随后陈烈赶回工地，因穿梭耽误些许时间迟到。工头王磊并未责怪，恰好有一车砖头急需加急卸载，便托付给他，并承诺额外支付200元工钱。劳作途中突发险情，陈烈第一时间护住江毅，帮他化解危机。江毅见他疲惫不堪，心疼不已，执意接手剩余工作，让他休息休整。王磊看在眼里，十分认可陈烈仗义踏实的品性。见他衣物破旧单薄，特意购置新衣赠予他，并为自己出监时的偏见态度诚恳致歉。陈烈毫不在意，直言工友之间互帮互助本是分内之事。随后王磊告知陈烈喜讯，在江毅的授意下，工地决定提拔他为小组长，带队务工。一众工友纷纷主动加入他的小组，坦言陈烈靠谱仗义，时常帮扶众人，大家都对他心服口服，还集体为他申请涨薪。江毅及时赶来，顺应众人诉求，为陈烈上调薪资，并告知他后续业绩越好，薪资越高。当日陈烈共计收入2000元，满心欢喜。王磊再次提醒他尽快购置手机，方便后续结算联络。下班后，王磊主动捎他一程，被陈烈婉拒。陈烈望着疾驰的汽车，暗自向往，打算日后有钱也购置一台。江毅偶遇驻足沉思的陈烈，询问他高薪到手打算如何消费。陈烈坦言，自己计划采购米面、棉絮、照明设备等物资，全数带回军营供给将士。江毅被他舍己为人、心系兄弟的情谊深深打动，随即询问他是否愿意再接一份高薪工作。陈烈毫不犹豫应允，直言只要能赚钱换物资，再苦再累都甘愿承受。江毅随即提出，让他和自己秘密领证结婚，无需真实相处，互不干涉生活，仅用来应付家人催婚，每月支付他5位数生活费作为报酬。陈烈听闻巨额报酬可兑换海量粮草物资，立刻爽快答应。两人随即前往办理结婚证，工作人员告知陈烈无户口记录，好在江毅户口独立，可直接挂靠落户。办证结束后，江毅赠予陈烈一台手机，方便日常联络、薪资结算。陈烈学习手机操作极快，让江毅倍感意外。深夜，两人简单用餐，江毅好奇询问他为何选择自己领证。陈烈老实坦言，他善良可信，心思纯粹，同时郑重承诺自己绝不纠缠。江毅何时想离婚，自己随时配合。江毅十分满意，告知他次日休假，薪资会按时打卡，并耐心教他手机支付的便捷用法。离开时晚风微凉，陈烈贴心叮嘱他注意保暖，却被江毅拦下。江毅直言，他拿着自己的薪资，是名义上的丈夫，需要提供情绪价值哄自己开心。简单的互动让江毅暂且舒心。同一时间，边关军营中，将士们换上陈烈带回的新式衣物，纷纷感慨衣物轻便保暖，远超军中粗布麻衣。陈烈将数十件新衣全部分发夜间巡逻士兵，杜绝冻伤情况。随后，众人组装好新式电灯，对这款无需火把可夜间照明的奇物充满好奇。敌军大营中，呼鲁达敲定夜袭计划，下属纷纷附和，直言北境军刚经历大战，缺衣少食，疲惫不堪，正是偷袭的最佳时机。往日偷袭尽数成功，此次必定一举破城。边关城头，陈烈属下向众人讲解电灯原理，告知大家灯具依靠电池储能发电，如同储存雷电之力，可持久照明。一切准备就绪后，众人同步开启灯具，漆黑的夜空瞬间亮如白昼，整片城关视野一览无余。
悄然潜行的敌军瞬间被强光暴露行踪，偷袭计划彻底败露。敌军将士大惊失色，误以为北境得天庇佑，瞬间军心溃散。北境守军立刻搭弓射箭反击敌军。呼鲁达见偷袭失败，大势已去，只能放狠话仓皇撤军。此战敌军夜袭小队近乎全军覆没，损失惨重。逃窜途中，敌军众人满心惊惧，始终想不通北境为何有夜间强光照明。再联想到陈列坠楼不死，凭空变出粮草神兵，屡创奇迹的种种异象，纷纷私下揣测陈列早已非凡人，是冤鬼归来，身怀通天手段。全军自此对北境军心生忌惮，不敢轻易来犯。